守着泡面火腿肠，早晚赔光。掌柜的，可有取暖之物？严岛君就去横店，别碰我的泡面。我是大燕废后沈明书，我要活下去。你从哪儿进来的？惊扰掌柜，并非本宫所愿。而本宫，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自己被打入冷宫啊？正是。之夏，你爸这店真没必要守了，房东都催了3次租，你还撑什么？我认识个老板，愿意接这铺子。看在亲戚份上，能给你多加2万。你别怪姐说话直，你又不会直播，又不会选品，守着泡面火腿灵，早晚赔光。你要买什么？能让人暖起来的东西，越快越好。这个撕开外包装，隔着衣服贴，不能直接贴皮肤，容易烫。如此轻薄，便能生热。你先试，看见没？不是毒。掌柜的，此物如何作价？你别叫我掌柜，我叫林之夏。林姑娘，也别姑娘姑娘的，听着像古装剧。此物够换多少？先换一下。此物可否给旁人用？当然。棉袜保暖，红糖姜茶冲水喝。这个护手霜手裂了可以抹，手裂也能好些，不能保证立刻好，但能缓解。冷宫那些人一到冬天手就裂得不像样子。你真是皇后？废后。我不能久留，若被人察觉，只怕连累旁人。啊！这个也能吃，拆开直接吃，别泡水。林姑娘为何帮我？小本生意，童叟无欺，你给钱，我给货。好，若我还能活着回来，必不欠欠。林之夏，你这里真是民间铺子？是啊，那这些东西，寻常百姓也能买？只要有钱就能买，只要有钱。原来1000年之后，女子也能开铺。之夏，你店里刚才是不是有人？我怎么听见女人说话了？林之夏，开门！我刚才真听见有人说话。开视频。刚才我怎么听着像古装剧？现在短剧不都这样吗？动不动废后重生，王爷追妻。少熬夜，还有房租，别让我天天催。之夏，昨晚我说的事你好好想想，那个老板还愿意等你2天，别犟，成年人要学会止损。
金餐鉴定。陪你看日升夜减，陪你站在海边前，你一字又一眼。以后不能再做一锤子买卖。娘娘，这是何物？取暖之物。娘娘，莫不是旁人设的局？这是缘，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。他在发热，不是火，也不是炭。林姑娘说不能贴着皮肉，隔着衣料用才稳妥。娘娘，这是不是神物？不是神物，是一位姑娘给我的生路。娘娘先吃。冷宫里若只剩一个人活着，那不叫活路。娘娘这里今日倒暖和些。这个隔衣贴，若发烫便立刻取下，老人家用更要有人守着。多谢娘娘。时间不停歇，仿佛落叶飞花不见，而你在这里就温柔难牵。一看那海的雨，若天若见，你把我的所有。娘娘，这里好多彩盒子。轻舞，不可无礼。你还活着，托林姑娘的福，上回的货钱，以后交易都记账，你买什么，数量多少，用什么底，都写清楚，不能赊太多，也不能来路不明的东西乱换。娘娘的东西怎会来不明？在我这边就不明。这个净手，这个保暖，这个手裂了能抹，手套也能封风。这镜子怎这样亮，连睫毛都看得清。这个也要。林掌柜，奴婢也想买一支护手霜，自己的。奴婢知道不该贪心，可手裂开时夜里真疼。这个算赠品。赠品是何意？就是买多了送的。你家娘娘今天买的多。林姑娘，太后身边的人已经问起暖贴来处，我暂且说是故人从宫外寻来的巧物。别说太玄，也别说什么神仙，越神秘越容易惹麻烦。我这是小卖部，不是许愿池。今日太后赏的点心，我带了一盒给你。太后已经开始追问。若这个世界凋谢我的手残的身份，是沉默坚决对抗万语千言。之夏，你这是开窍了？前阵子不是说快转店了吗？暂时不转，进点实用货。这个不错。
热汤面、掌中明灯、润肤膏、净手皂、干粮饼，这样写他们应该看得懂。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读得懂我，而人注定是我的心头血。这是缘，亦是命中。下次还能装东西，不能浪费。也很甜，笑容的是和你的。林掌柜，这也是铺子里卖的？这是女人用的，比布条干净，也方便换。用完包好丢掉，不要重复用。寻常女子也能买？能，只要有钱。冷宫里有个洒澡宫女，冬日来月事，仍要跪在雪地里洗衣。她不敢说疼，因为说了也没人管。第一批你先拿10包，怎么用我写给你，别一次全散出去，先给最需要的人。娘娘，若有人不还呢？那就当我送他一回体面。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切，陪你看美海的月，陪你多甜的净手皂。膳房有没有钱？有来有往，人才敢再来。记得我不曾后退，在你心上陪你每个黑夜，转世间不舍的是对你。苏贵妃宫里近来查得很严，有人因手上多了一面小镜，被盘问半日。她怀疑你了？还没有证据，可她一向谨慎，凡是她看不懂的东西，都会想攥在手里。天爷，这掌中明灯可照多久？看电池，电池用完就不亮，这个不能随便让人看见，真遇到夜里找东西或者危险时再用。你不喜金玉？喜欢，但喜欢归喜欢，拿出去不好解释。我这边也有规矩。我不想刚翻身就先进局子。那这个不给林掌柜添麻烦。冷宫外已经有人来问，不是为了讨好我，只是为了少疼一点，少脏一点，少被人看轻一点。这个更厚，夜里用。太后娘娘，求您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敢让人知道，只求一包女子月事所用之物。娘娘，这是苏贵妃宫里的赏物，奴婢只求一包，娘娘若不方便，奴婢这就走。东西拿走，镯子也拿走。你今日若拿赏物换东西，明日苏贵妃便会知道你来过冷宫。多谢娘娘。娘娘，苏贵妃会不会已经知道了？她未必知道是什么，但她一定知道冷宫里多了她看不懂的东西。时夏，你这是要大干一场啊？补点货。前几天不是还说不一定开了吗？他没有解释太多，他知道生意没真正做起来之前，所有解释都像笑话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妹妹家的老店，
很有年代感吧？之夏，你进这么多货啊？最近生意很好？还行。昨天不是还说房租紧张吗？你不会听谁说了什么偏方，准备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噱头吧？别拍店里。别紧张，我帮你宣传呢。现在做生意要会讲故事，哪怕卖不动货，也能靠故事翻红。我这里卖的都是正规商品，进货单、供货商日期都有。你要拍，可以拍这些。昨晚整理账本时，还觉得自己小题大做，现在才明白，规矩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关键时候保护自己的。少你的玉镯呢？奴婢收起来了，是怕碎。本宫赏出去的东西，原是给你们带着体面的，收起来倒像本宫亏待你。奴婢不敢，娘娘恕罪。别怕，本宫只是问问。听说最近冷宫那边热闹了些，废后姐姐清苦多年，若真有短缺，宫里该照应。你们若听见什么，也该告诉本宫。不知，奴婢不知。娘娘，要不要奴才派人去冷宫查查？查什么？查一个废后如何过冬。沈明书若真有本事，就不会在冷宫熬到今日。可若他背后有人，那便不同了。奴才找个由口去冷宫走一趟。别惊动太后，太后最近睡得安稳，偏偏是在冷宫送了东西之后。本宫倒想知道姐姐手里到底藏着什么巧物。内务部盘点冬日旧物，还请娘娘行个方便。既是内务部规矩，便查。娘娘这儿近来倒是暖和，听说太后也喜欢娘娘送去的东西。太后仁慈，连我冬日难熬，不过是些寻常手艺。寻常手艺也该让内务府见识见识。内务府若想学，便让长师姑姑来。你一个外男，学女子护手润肤之物，不合适。娘娘，吓死奴婢了！他还会再来，下一次就不只是试探了。苏贵妃这么快就盯上你了？她盯上的不是我，是她看不懂的东西。那就更要减少暴露。以后所有现代包装都拆掉，危险的、有电池的、容易被误会的东西暂时限量。能用古代容器装就换容器。我也是这样想。那小镜子还能买吗？能，但别到处炫耀。奴婢没有，奴婢只夜里偷偷照。林之夏，你比我想的周全，不是周全，是怕死。两个怕死的人，因为同一门生意，开始学着一起活。有些人啊，卖不动货就开始讲故事，什么老店传承，什么神秘货源，听听就好了。大家买东西还是要看正规渠道。之夏，
别怪姨多嘴，你最近是不是遇上什么人了？陈姨，这是进货单，这是账本，这是房租，先补1个月。你爸在的时候最怕你逞强，现在看来你比他想的有主意。林掌柜，娘娘被太后传去了，她让奴婢先把这个交给你。救救太后，听起来像求助，可放在深宫里，也可能是一把刀。娘娘，会不会是苏贵妃设的局？有可能，可太后确实畏寒多年。若这纸条是真的，说明她身边有人已经被逼到没办法了。那娘娘要管吗？不争也未必安全，推到冷宫尽头会把手伸进来。太后寿宴在7日后，按宫中规矩，冷宫废后本不该献礼，但若太后主动问起，便不能空手。老花镜？何谓老花镜？年纪大了，看近处容易模糊，戴这个可能会清楚些，但度数要试，不一定一次准。若真能让太后看清佛经，她会喜欢。先别说太满，所有东西都得留余地，别说包治百病，别说神物，只说是民间巧物，有用便用，不是便停。娘娘，您从前给皇上写奏请也没这样仔细。从前写的再仔细，也未必有人看，这次不一样。这不是卖货，更像在准备一场翻盘。太后寿宴那日，若有人问冷宫献礼从何而来，便只答一句：废后娘娘自己熬过寒冬，知道什么东西真正有用。娘娘说，请谢大人查查太后进来用药。宫中有人传言，废后借奇物复仇。娘娘才不是要复仇，让他们传，流言传得越盛，寿宴那日看的人越多，看的人多，苏贵妃反而不好轻易动手。娘病了，太冷，人若不变，就冻死了。娘病了，这些够了，别贪多，越贵重越容易被怀疑。我明白。你想回后位吗？从前想过，被废那日，我跪在殿外，想等他出来问我一句。后来等了一夜，血落满肩，也没人来，所以现在不想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先拿回我的名字。送你。这是笔，比毛笔方便。你不是要先拿回名字吗？那就先把它写顺手。多谢。最近有些老店突然开始卖所谓古风好物，大家一定擦亮眼才，别被情怀。林掌柜，娘娘已经入殿了。姐姐多年不出冷宫，今日能来，太后定然欢喜。只是姐姐这份寿礼，瞧着倒朴素。太后御寒，臣妾无贵重之物，唯有几件实用巧物。愿太后冬夜少受寒苦。这木镜，这些来历不明的巧物，敢让太医验一验吗？他若慌了，便是心虚；他若怒了，便是失仪；他若不敢验，苏贵妃就赢了。自然敢。传太医，不入口，不贴皮肉，只隔衣取暖。回太后，此物无毒，只是不知用了何等巧法，能自行升温。世间奇物多半有奇险，所以臣妾从未让太后久用，也从未称它为仙药。回太后，似是油脂香膏一类，只是细腻些，并无害处。
太后娘娘，不如先看一眼佛经。这字清楚了，竟在冷宫里，竟还能想。臣妾受过寒苦，所以知道寒苦难熬。臣妾不敢献奇珍，只愿太后冬夜安稳。有心了，有心了。成了。沈明书用一场寿宴，把冷宫里的小买卖变成了太后认可的实用巧物。娘娘离开太后殿时，很多宫女偷偷看您，那些目光和从前完全不同。从前他们看废王是避嫌，现在看他是想知道他手里还有什么。林掌柜，娘娘说今日不宜亲自过来，宫里眼睛太多。娘娘说这是今日货款。那暖贴也不能要了吗？暖贴可以，但手电筒、镜子这些先少拿。还有，别让任何人知道通道。娘娘还让奴婢问一句，林掌柜，你家这铺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吗？我姓林，这间小卖部也是父亲留下的。笑脸，若云是重演，也会有我的一些就算我不在里面，可你会爱我对你认识的点。你从哪儿找到的？冷宫旧库房，那里堆着前朝废弃旧物，平日无人靠近。今日清无收拾赏赐，意外撞开了墙角暗格，里面除了木匣，还有一封旧信。冷宫之门并非第一次开启，几十年前也曾有一位林氏铺主与大燕宫中之人做过交易。后来那位林氏铺主关闭门路，大燕宫中因此生了一场大乱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货都减半，带字的包装全部不能留。你那边也要查一遍，谁能接触这些东西，我回去便查。林之夏，若这扇门会牵连你，我可以暂时不来。暂时不来，你吃什么用什么，怎么应付苏贵妃？门不是你一个人的麻烦，我爸既然知道，就说明这件事早和我们家有关，要断也得查清楚再断。好。之夏，你别慌，有人投诉你店里卖来源不明的东西。父亲留下的店破旧，冷重赚钱，可他从来没卖过假货。林小姐，我们只是按流程核实，有人举报你以古风故事为噱头，售卖不明来源商品，还涉及虚假宣传。营业执照在这里，近期进货单也在这里，所有现代商品都有供货记录。你最近进货量增加很多，店内客流却没有明显对应增长。我准备做社区团购和线上橱窗，有一部分货还没正式上架。可以做，但建议你把商品介绍、使用说明、售后规则都整理出来，尤其不要在宣传里出现神秘、奇效、包治之类的说法。我没有那样宣传。举报内容里提到了。有些老店能做的，我们新品牌也能做。大家不用去小巷子里听故事，来我直播间，正品好物直接上车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吵架，是把你和他的货区分清楚。他卖的不是你的商品，你就要拿证据说清。这里没人搜工，但有人用镜头和评论把脏水泼到你门口。本店商品均为正规渠道采购，不售卖三无产品，不涉及任何神秘功效宣传。不是怕投诉，是觉得父亲经营了20年的小店，第一次被人这样拖进泥里。以前总觉得他只是势利，现在才明白，
有些人不是看不起你，是见不得你起来。臣妾并非疑心姐姐，只是宫中近来流言四起，有人说冷宫里有来历不明之物，此事若不查清，反倒会伤了姐姐清明。明书送来的东西，太医已验过，验过献礼，不代表冷宫没有其他东西。臣妾担心有人借姐姐之手扰乱后宫，要查便让秦嬷嬷一同去。太后英明。娘娘，他们要搜宫，把该藏的收好，藏不住的就摆出来。摆出来！暖贴皂、润肤膏这些，太后都见过，越藏越像有鬼。真正不能见人的只有2样：通道，还有林之夏的字。这些都烧掉，有些工人还不会用，若全烧，容易出事。那我重新写，用繁体写得像你们那边的人。那晚第一次觉得小时候被父亲逼着练毛笔笔还有点用。2个世界的风都压在那几张薄薄的纸上。既要查便查，但请秦嬷嬷在旁看着，免得冷宫多出什么不该有的东西，也少了什么本该有的东西。老奴会看着。这些都是何物？太后寿宴上已验过，若大人不放心，可再请太医。太后用过的东西确实无碍。这个柜子还没查。查。这是什么？娘娘不是说冷宫里没有来历不明之物吗？安神粉睡前服用。我从没卖过什么安神粉，更不会写睡前服用这种话。那包粉末是有人故意塞进冷宫的，可我的字为什么会在上面？废侯娘娘，这也是太后寿宴上验过的巧物，请嬷嬷封存此物。娘娘不解释？解释不急，此物来历不明，又被人从冷宫柜中翻出，若此刻有我碰了，反倒说不清。冷宫今日搜查，有哪些人进来，翻过哪些柜子，也请嬷嬷一并记下。方才是你翻出的？奴才只是奉命查验。奉谁的命？奉内务府规矩。那便请内务府也给一个明白，只有冷静与分寸。父亲以前总说，做生意不怕慢，就怕糊涂。那时候我嫌他啰嗦，现在才知道，账本和证据真能救命。大家好，我叫林之夏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小卖部。今天只说明3件事：第一，我店里所有商品都有正规进货记录；第二，我没有授权任何人打着我的名义卖所谓古风好物；第三，我卖的是货，不是故事，更不是假东西。准备转型，老店活不下去就学新办法，但学新办法不等于卖假货。这是我们的供货单，上面有商品的详细信息。之夏，你至于吗？我又没说是你，你现在这样不是在引导网友骂我？太后命陆文里查验那包粉末，那不是安神之物，只是普通香粉混了灰，闻着刺鼻，却谈不上毒害。那标签呢？这不是你原本的标签。
有人模仿我的字，或者说模仿你带回去的那些字，所以冷宫里有内鬼。娘娘，奴婢查过了，能接触柜子的人不多。可那日搜宫前，内务府送来过一批旧炭，说是太后赏下的。谁送的？一个生面孔的小太监，他说是替秦嬷嬷跑腿。青乌，那名小太监并非内务部的人，原在花房当差。最近他被苏贵妃宫里的长侍太监叫去过2次。这个能封物证，别直接碰。你看，评论都在骂他活该。骂声不会让我店变好，但清白能。你可以试试，老店有信任基础，别浪费。谢谢。林掌柜，娘娘让奴婢告诉你，找到那个送炭的人了，人在花房后院。他承认有人给了银子，让他把纸包放进冷宫柜子。可是谢大人在他身上还搜到了一张旧信纸，娘娘看过，说那纸张和当年废后案里的伪信一模一样。花房小太监收了银子，银子来自苏贵妃宫里的长侍太监。原来不是我命不好，娘娘。谢凌渊，证人不能死，证物不能丢。今日之后，不要再单独见我。娘娘是怕苏贵妃倒打一耙，她一定会。我已因一封伪信被废过一次，不能再因私见外臣给她第2把刀。沈明如太清醒了，清醒到让人心疼。明明最该崩溃的人是沈明如，可她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喊冤，也不是报复，她想的是怎么把真相稳稳送到该看见的人手里。明天要去见太后，冷宫里没有像样衣裳，若穿旧凤袍去，像求复位；若穿破衣去，又像卖惨。这件刚好，带着。你不是要拿回名字吗？关键时候自己写。这是我入宫前母亲给我的，不是货款，是寄放。若我明日回不来，劳烦你替我收着。别说这种话，林之夏，深宫里没有必胜的局，我只是尽力把书面压到最小。那你自己回来拿，我不替你保管太久。你这孩子，忙也要吃饭。那枚玉佩扼着掌心，像是在提醒我，他正在走进一场没有必胜的局。你要重提旧案？臣妾明白，臣妾求太后重查3年前伪信一案。林叔，哀家可以护你一时，但旧案重查动的不是一个苏贵妃。可若因难查便不查，那臣妾的名字便永远只能写在罪册上。臣妾求的不是恩典，是一个明白。回太后，冷宫搜出的粉末并无安神之效，标签字迹虽似，却非原字，此物更像栽赃而非使用之物。当年伪信，你可还记得？臣记得，那时臣曾说过，皇后娘娘常用簪花小楷，而那封信有数处收笔不合，只是臣人微言轻，未能入奏。传苏贵妃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贵妃认得这些吗？这些不是冷宫搜出的东西，怎会问臣妾？送炭的小太监供称，受你宫中长侍指使。长侍太监管着宫中琐事，难免被人借名。若他真做错，什么都像不知情，什么都能推给底下人。贵妃说的有理，所以臣妾也不敢单凭一个奴才证词便疑心贵妃。姐姐能这样想便好。这是谢副统领从花房旧册中查到的领用记录，那批供纸3年前封存后，只有3处领过，一处是御书房，一处是太后殿，还有一处是贵妃当年未封妃时的御福宫。宫中纸张流转，何止经一人之手？姐姐凭这个便要攀扯我，自然不止。荒唐！几10年前的旧账也能拿来污蔑臣妾？贵妃急什么？臣妾还没说冷宫之门，臣妾说的是冷宫之门外有人常年窥探。这些日子，贵妃宫里的人已不止一次试图将赃物送入冷宫，
若只是好奇，何必栽赃？若只是关心，何必伪造？姐姐被废多年，心中有怨，臣妾能理解。够了，你谨守宫规，便先把协理六宫之权交出来。太后，此案未清前，你宫中所有掌事之人交由秦嬷嬷盘问。是。废后旧案，哀家会请皇帝重审。谢太后。小姐。沈之夏，不是废后，不是罪妇，是沈明书。苏贵妃交出协理六宫之权那天，大燕下了一整夜的雨，雨水打在冷宫破瓦上。从前这声音像催命，如今却像洗掉积了3年的灰。娘娘，我们终于能走了。青乌高兴的眼圈通红，站在破旧门边，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了。沈明书却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破败宫院，冷风从窗缝进来，吹动墙那张旧价码表。娘娘还留着这个？留着，以后若有人问我从哪里开始，就给他看这个。是娘娘。当这个我没有办法，我也快憋住了。以前肯定会气，现在却觉得没必要了。比起看他狼狈，我更忙着活下去。鸡蛋20份，纸巾15提，洗衣液8桶，你别嫌少。不少，这已经很多了。瞧你那点出息。这些要保留票据，这些最好拍照存探，宣传语别写功效。父亲留下的不是一间破店，是一条路。你爸要是看见，会高兴的。只是从前我一直低着头，看不见他通往哪里。林掌柜，苏贵妃宫里的掌事太监被审出许多旧账了，不止陷害冷宫，还牵出3年前违信案里几个关键人。太后震怒，皇帝也终于不得不重审旧案。沈家旧罪虽不能一夜翻尽，却已经洗掉最重的污名。苏贵妃被撤了协理六宫之权，禁足御夫宫。她曾用温柔织出来的网，如今一寸寸缠回自己身上。林掌柜，您不知道，贵妃宫里现在安静得很。从前那些围着她转的人，如今都说自己只是奉命行事，这很正常。靠风向战队的人，风一变跑得最。娘娘也这样说。祭放结束，自己收好。多谢你替我守着。说好不替你守太久的。林之夏，太后让我暂掌后宫旧案，从前被压下的宫人冤案积了很多，我可能会很忙，忙点好，查案就得记清楚，证人、证物、时间都写下来，别只靠记性。沈明书3个字，比上次更稳。你还会想回后位吗？若有一日需要，我会拿回；若不需要，后部于我也只是个位置。我现在更想知道，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该……第一晚摔进小卖部的女人，只想要取暖之物。现在她不只想让自己暖起来，她想让更多困在雪里的人有一条能走出去的路。小卖部的生意越来越稳，我不再靠大雁那边的金银续命，现代的账也终于能自己赚起来。每一笔钱都来得慢，但踏实。有时深夜关门，会想起那封旧信，只渡急难，不渡贪欲。父亲大概也是这样守着这扇门的，没有暴富，没有声张，只是有人在另一个世界快撑不住时，给出一包盐，一盏灯，一点热。我来取那批新本子。太后殿里已经设了旧案册，每个来申诉的工人都能留下姓名和事由，会很难，人一多，真假都有。我知道，所以要查，不是每一句委屈都是真相，但每一句委屈都该有被听见的机会。沈明书，你真的不一样了，你也不一样了。
第一回见你，你抄着拖把，像随时要同我拼命。现在像个真正的掌柜。那当然，小本生意，童叟无欺。这句话兜兜转转，又回到最初。可我们都知道，很多东西已经不同了。林之夏，若有一日这扇门关了，你会怕吗？会。沈明基，但不会像以前那么怕。以前怕电倒，怕钱债，怕亲戚看笑话，怕自己撑不起父亲留下的东西。现在还是怕，可手里有账本，有货架，有一点点攒起来的底气。门若还在，便渡极难；门若关了，日子也要继续往前过。我也是。这一次不像告别，更像各自回到自己的战场。之夏小卖部第一次实现盈利，不多，扣掉房租、水电和进货成本，只剩3000多。瞧你那点出息！这是好开始。父亲笔记：若货架起风，不要怕，也不要谈。爸，我记住了。用手中的纤维陪你看日升日记，陪你看沧海变幻，陪你自由。不是沈明书常来的那阵冷风。掌柜的，你这里收不收冤案？